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迪德利特的奇境冒险。今天是第4期暗黑之都，游戏的进度也过半了。第4章的流程相对比较简单，它主要是有2个，一个呢也是开门，应该是开红色的门。第二点呢是可以拿到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可以下水。那本作下水的场景其实不是很多，但是它也是通关流程所必要的。我这种杀虫会喷毒了。我现在走的这个路线也是经过了我的简单的规划的。很多关卡都是这样，有的地图呢它是单向的，我是尽量一次性把所有的地方都开启。好，这有一个魔法，这是风之精灵王，咱们用一下吧。但是消耗非常大，所以说如果拿这个来打 BOSS 的话，最好 BOSS 在使用相应属性攻击的时候，你上去吸收魔法，你才能有一个续航，不然的话大概放3下就没了。那现在咱们的法力值只可以支撑放2下的。拿到了这个魔法，往上走了。如果咱们之前选择的是往上走，那想要拿这个魔法还会再回来的。存档点，这个敌人看起来很凶，但是呢，他向你走过来的一瞬间，你蹲下砍他就可以了。到你这的时候呢，他会跳一下。如果你装备的是这种重剑，那他就比较容易了。魔法弓一次性可以射出5支箭，但是它的攻击力比较低啊。不过我还是喜欢这种射出量大的装备。刚刚前面那个场景应该是需要加强的2段跳，咱们现在还没有。哦，这个箭也一起射出5支箭，所以说它的方向更难瞄准一些。看见了帕恩，结果被黑精灵偷袭了。那他想举行仪式，复活亚修拉姆。这个工作室做游戏，剧情上跟上一座《东方月神夜》套路我感觉差不多，都是梦境之类的。但是这种剧情有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很简单就解释了你为什么做了这样一部作品，剧情是什么，非常简单。像下雨一样，这个弓箭。小地图咱们也能看见，应该是往右走，然后再上。打到第4章了，咱们现在23级。不知道这个游戏可不可以练到99，还是50级满级呢？因为这个游戏也是有成长系统的，就是它每升1级，哇，这怎么有个龙啊？你没看见它呀？它和那个窗口啊，那个背景的颜色有点接近。偷袭我！啊，那边打开了一个隐藏，你看用这种射出量大的弓箭也有好处，应该是风属性的攻击强化。这个地方下去，咱们最好从这边，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是逆时针回来的。好，这是水下呼吸，可以下水了。算是一个必要能力了。这次从这儿跳上去。
好，这次我的火精灵又满级了，又3级了。刚刚那下感觉好伤啊，我根本就没看见他。觉得最近玩游戏这种情况越来越多，好像上一期受伤就是因为低估了敌人。我感觉那个火龙喷不到我，结果他就喷到了，应该是我手速慢了，这手速啊、反应啊全方面的在下降。那年纪在这了也没有办法，就勉强能通关就成了。好，我来到了，这应该是第2章的一个地图，因为当时呢就是有水下，咱们没过去，那这次可以回来。赶路的时候还是风精灵更加的实用。像这种地图，咱们可以飘下去，防止脚下有刺。否则被扎一下的话，你的精灵等级不可避免的就下降了。这里需要有2段跳。好，就是这儿。拿完了之后，返回的流程就给大家省略了。走回头路实在是没什么大营养，能得到一点经验和钱。这是一个魔法暗精灵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效果。那没有敌人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这个形态；有敌人的话，它应该是跟踪的。好，咱们回来了。回了一趟之前的关卡，拿了一个暗精灵。牛头鬼的经验应该算是比较多的，有点像原来的纹身鬼。精英怪吧，我现在的血量是140，法力是130。这个现在满的话，应该是双150，升级了。这个地方好像上不去啊，好高。后面可能拿到了加强的2段跳，咱们还能回来。有一个收集，现在就不用管它了。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脑子要清醒，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属性。有的怪呢，它毕竟属性免疫。好，这个东西有磁铁，所以说能把弓箭吸过去。前方能够看见一个 BOSS 战，这个 BOSS 也是一条龙，和晨曦之星的感觉不大一样。又一个传送站，先打 BOSS 吧。打 BOSS 后面应该能够开门。把精灵王拿出来。哇，这条龙，邪龙纳斯。那打它有要点，就是它吐息的时候呢，它的属性会切换。刚开始是火属性的吐息，后面会切换成风属性的。这个间隔特别短，大概不到1秒。但是你要观察它嘴的颜色，就能够判断出来。好切，不切的话就会被打。它几种攻击方式吧，后退的话就是要飞扑了。然后开始吐东西，先是来一招什么天国星锐，这个最好在空中漂浮着躲啊，如果你在地面的话，它还会滑行，能够打到咱们。然后来一个
前方向的突袭啊，这个要躲，这个看起来就疼。对了，这招好躲一点啊，因为它的子弹的轨迹是向下的。可以了，他来到了右侧，又开始循环往复他这个套路。好，砍倒。这个 BOSS 还是好打，只要你熟悉了套路就好打。不熟悉的话呢，其实这种 BOSS 打人很疼的。这里开了红门，拿到了一柄机械剑。这种武器呢，它攻速就是比咱们的双手剑要快啊，但是范围要稍微低一点。我还是喜欢这个双手剑。那打后面最后 BOSS 的时候，我估计我要换短剑，因为短剑的输出毕竟更有效率一点。好，这个红门开了，那边有一个紫门，估计是第6章或者第5章才能开的门了。好，这些敌人都用火属性来打。木乃伊的话是风属性无效的，然后龙人是火属性无效，就是本章撞我的那个家伙。哎，就这个怪，火属性无效。又来到水这里了。那红门的话呢，之前的章节还有一个隐藏。一个收集要素吧，是一个武器，这个是一个手里剑。现在拿营养不大，我感觉咱们打完了 BOSS 再去拿吧。这里往上走了，屏幕的左下角有小地图，大概可以看见咱们现在应该往哪边走，并且呢，按返回键的话，你还可以看见整体的地图。好多女武神啊，看起来非常像雷纳斯，一把机械弓。这个弓射得快，这个射得快还是射得多，反正你要选一样，不能都占了。你都占的话撑不住的，因为你的法力是有限的。这个黑精灵在这儿，这有一把枪，枪的话我是不爱用的，它是突刺攻击，打点的范围比较小，除非呢它攻速很快，还可以考虑吧。切一个光精灵。这种精灵史是会传送的。看着大剑可以砍到脑后勺。这种怪给我爆东西应该能爆点好的。我感觉女武神那把短剑可能会爆出来。但是装备上我没太刷，现在用的就是电头货嘛。好，商店，说电头货就到商店了，把垃圾卖一卖。我用不到的。帽子戏法卖了，帽子戏法是射出3支箭，咱们现在有5支的了。哦，女武神是光无效。龙人是火无效，下面有木乃伊，有个隐藏，法力上升，这样法力和体力都是140了上限。又快 BOSS 了，这里我的法力就多用一用，因为到了存档点还能恢复。哇，好凶啊！下来就跳劈我，感觉这个图可以练级，因为地图非常小，然后还有4个木乃伊。
来回切着砍就完事儿了。这是个传送战。好了，存档打 BOSS。这回它是一个强化的状态吧，多了几招，而且呢，动作的频率更快了。不过呢，它弱点非常明显，就是弱光。它暗无效，但是弱光，这光魔法打得很疼，还是一个多段。切风，跟我玩属性肯定是要吃亏的。他扔的这个链条呢，可以把咱们捆住，然后再来打咱们。我还在这切风精灵呢，结果呢已经把他打倒。那打倒他之后呢，他的复活仪式也完成了。复活仪式第3个要素就是他自己的生命。这样亚修拉姆复活。这个 BOSS 看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啊！这个图看起来非常眼熟，有一点像咱们第1章刚开始苏醒过来的那个地方，但是又不大一样。我记得醒过来那个地方中间好像是一块石碑，但这里呢是一个石的椅子，像是王座一样。打完这个 BOSS 呢，蒂德利特陷入了更深层的梦境。回到了他的住所，大家注意现在人物的状态：1级，0经验。旁边柜子里有一把遗产之剑，这把剑超级重，砍到地上拔不出来那种。哈，拿不起来了。但是呢，过了这段梦境之后又能拿起来的。这种死神之王砍不动啊，不死之王，打他就像刮痧一样。不找麻烦了，赶紧往前走啊！这是昔日的同伴们，左边呢过不去了。这些同伴目前的状态呢是不能攻击的。咱们把这把遗产剑拿出来。砍不了，你只能呢去触碰他们，然后他们就像消失了一样。这个场景更像咱们醒过来的那个场景。好了，这样就出去了。出去之后呢，可以看出这个游戏的机制啊。看，在这里是默认咱们的血量已经到100了。那这样本章的流程就结束了。但是呢，还差一个红门没有打开，我去收集一下。就是之前我说的那把手里剑。手里剑也是一个往复的攻击。扔出去再回来，它都是有攻击判定的，但是打怪的话好像只有1下。如果2下的话，那武器简直是太狠了。让咱们捡了呢，就不要卖。这个场景啊，我甚至有一种感觉，对，咱们已经是第3次来这里了。咱们2段跳来过。在这2段跳来过，开了一个门来过，现在又开了一个门又来了。那这次终于是把所有的都拿齐了。你看，开绿门的时候走的是右边，红门呢就是左边。好，拿到了手里剑，演示一下吧。就是这样的，频率还比较快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蒂德利特的奇境冒险第4章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